到底水果浸泡工艺的露酒，大家是否喜欢喝呢？俗话说，实践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怀着这个理论，我开启了1年邀请大家品尝反馈的活动。每一批浸泡周期都在3到6个月，所以今年一共做了4批酒，正好1年做个总结。第一批是红枣朗姆泡酒，酒精度30.4，含糖量23.56。送这款酒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红枣的香气，浓郁的枣香绵柔丝滑，酒精度很高，但入口依然舒服自然。有些朋友反映过甜和酒精度略高，所以在做第2批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时候，我适当降低了酒精度和含糖量，分别是22.8度和8.4的含糖量。还有朋友说酒精度高，但说甜的明显少了。送这批酒是因为草莓的果味跟威士忌橡木桶的味道融合得非常好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酒和水果滋味互补的美妙。第3批做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酒精度，12.9度，含糖量6.3。这款酒主要是红茶滋味弥补了纯荔枝泡酒后口单薄的缺点，也是比较不错的组合。第4批是胭脂梅泡酒，正在检测中。这款酒的特点是梅子的酸爽感有一股一爽到底的穿透力。通过这1年的反馈，我认为浸泡果酒最终酒精度在10到15度，含糖量控制在6、7左右，应该是适合大多朋友的方向。最终下来，微甜的口感，清新的果味，后口酒精微妙的刺激，应该是最好的果酒吧。今天开封浓香型红茶荔枝酒。由于我家老爷子喜欢喝浓香酒，3个月前我专门用浓香酒给他泡了一瓶。一开封就能闻到熟悉的浓香酒味，酒体是红茶的深红色，入口是淡淡的浓香感，中口是荔枝的果味和果甜，后口又是浓香酒自身的滋味，整体非常顺滑，完全感觉不到辛辣和刺激。红茶的味道一直穿梭在酒中，仿佛一有空隙它就钻出来，在口腔中活跃。浓香酒自身的味道也贯穿始终，在我把酒都装瓶之后，还依然能够回味到。总体来说，跟之前用伏特加浸泡相比，口感截然不同，这也是我觉得泡酒最有趣的地方。粉丝说自己泡的酒没有我送给他们的好喝，其实基酒的不同、水果的产地、原材料的比例都是影响口感不同的关键，尤其是基酒的不同，最终会导致泡酒有天壤地别的差距。分析原因是基酒的滋味跟水果滋味互补得当，才会让口感更加饱满顺滑，反之滋味不合，那泡酒就是画蛇添足了。自从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只能不断做实验，去寻找搭配每种水果最适合的基酒。因为我实验比较多，所以我都是对比很久才找到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淡雅，其甜、绵、爽、静、香，适合我调酒以及做泡酒实验。马上中秋了，结合上次东方之珠鸡尾酒的吊香玫瑰的经验，我试验了一下吊香桂花，调一杯中秋满月酒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方法。用冰块加酒，能调取桂花香气。加入柠檬汁和16糖浆，还有之前做过的恒温水浴工艺的橙皮酒。最后 shake 一下倒出，再取一片圆形橙皮做装饰。桂花香气比玫瑰香气更好的萃取，原酒的淡雅感在花果味间若隐若现的穿插，整体非常饱满有层次。好了，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！大家有什么泡酒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，我一般都会回复的。之前邀请大家品尝过红枣朗姆泡酒，前一段时间翻看书籍的时候，发现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米酒浸泡的做法。而我用蒸馏的高度米香型纯粮酒试验了一下，发现跟朗姆酒对比，米香感在口腔回味很好，而且口感顺滑淡雅，不仅不会破坏泡菜的香气，成本更是不到朗姆酒的1半，怪不得它的口碑在全网还不错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制作点：红枣去核后蒸一下，这样红枣的滋味更加醇厚干净。红枣含糖量比较高，所以不用加糖。冬天马上到了，大家可以放入点枸杞或人参，这2种材料比较应季。红枣泡酒之后，红枣会飘上来，这样浸泡效果会弱一点，所以我一般加入一个玻璃盖子。试验用的是大桶的酒浆双蒸纯粮酒，53度能更好的激发出泡菜的内含物质，保存的也更久。最后倒入酒密封就行，大约1周以后就可以喝了。其实红枣浸泡一次后，还有很多滋味留在枣里，我们可以按照老一辈勤俭节约的泡酒方式，在酒大概喝到1/3到1半的时候，再续上同样的酒。泡好的酒大概40度左右，每天喝1两，基本上150块的酒，30块钱的枣，5块钱的枸杞，够喝1个冬天了。大家学会了吧？
3个月前用文吃一路泡酒非常惊喜，以前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茶叶的花香，竟然在这酒里都呈现了出来。茶叶用我们传统吊香方式，优点是可以更好的萃取出茶叶的花香，缺点是茶叶用量比较大，梨用来吸走酒的刺激口感，同时增加清甜口感。入口是茶叶自身的花香，中口是茶叶的茶香和梨的清甜，后口和回味是茶香，茶香一直贯穿在口腔中，不苦不涩，清新自然。这次浸泡的时间有点长，梨出现了一些发闷的口感。我发现煮的冰糖雪梨汤中，梨的口感非常明显。接下来我准备尝试一下煮梨后再浸泡，试试口感会不会更好。吊香这个工艺，前几天在调东方之珠鸡尾酒时也用到过一次。与浸泡的方式相比，用吊香萃取出来的香气更加的清雅。东方之珠鸡尾酒是近半年的调酒中我感觉最好喝的一杯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红茶荔枝酒的检测合格，我装了100瓶，马上要送人了，所以我想摆个好看的全家福留念。没想到剩99瓶了，大家想知道这99瓶都送给谁了吗？第一部分是最早搜集的表格里填写仔细认真，平时又爱喝果酒的朋友。第二部分是评论区的高人们，如此才华横溢，怎能不奉上美酒一杯？第三部分是评论和私信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朋友们。第四部分是对酒有一定研究的朋友，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，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是我的包装过程，各位看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，欢迎指出。Nice。首先，我将冲洗好的瓶子放入锅内煮5分钟后，再进行一次紫外线灭菌。拿出来后，又倒入了一些酒，盖上盖子涮一下，最后控干水分。装瓶，目前我没有分装设备，每瓶都装到目测大概瓶颈的位置，然后盖盖即可。为了防止盖子在运输中掉落，我会加一个塑封帽。由于起订量不够，无法专门定制，所以我买了红酒用的，剪掉一半，剩下的刚好合适，然后塑封即可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热塑封专用的吹风机，普通吹头发用的可不行哦。为了得到大家的反馈，每一瓶我都贴了一个二维码，方便收到酒的朋友在品尝时占用一点点的时间，帮我填写一下反馈建议。贴签完成后，有时候会有一点残胶，所以我都用厨房用纸清洁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四季如春家的厨房专用纸巾，8块9买了2卷，吸水性强，干净又方便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，或点击评论区，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超值好物了。还有更多爆款好物，低至9.9元，日常多逛一逛就能省下一大笔超值的。为了防止玻璃瓶在运输中破损，我每次都装入气泡柱。气泡柱邮寄来的时候是扁的，需要打气才能达到效果。以前我都是用打气筒来打气，这次突然想到抽滤机的这个抽气的装置，一头是吸气，那另一头就是出气了。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做一个加长管，直接升级成电动充气，太方便了。以前打完所有的气泡柱要踩1天的打气筒，现在1小时搞定。最后气泡柱装箱，两边封口，大功告成。99位朋友们等着接酒吧。